我有个问题啊，你说就当然了，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去对待别人，但嗯是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或者说他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有困难，那嗯你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呢？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，嗯我以前在萨省的时候，有人在超市门前要钱，当嗯时我就给了他5块钱，他说他要买牛奶买面包，但是后来我到教会，我就问我这个教会的朋友，然后他说你不应该给他钱，因为他用钱了之后，他不一定去买什么，有可能买毒品。对。对，所以我就说，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好心，那怎么去判断这个人究竟？当然我们是有这颗心啊，我怜悯你，我帮助你，但是你怎么能说知道他是真是假呢？我就想着，或者说我怎么去判断呢？这个问题。好，这个问题很好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认识吧。首先呢，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加拿大，我们就说在加拿大，在加拿大有非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。所以说呢，以前啊，我也走过弯路的。以前我跟袁乔我们俩这个下高速，在高速这拐弯的地方停下来，路边站着一个举着牌的 homeless，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应该给他钱。所以后来我们经常钱包里预备几块钱，一两块钱钢镚儿啊，或者5块钱。可是后来也是我看的多了，我了解一些情况，也是圣灵感动我，现在我再也不给了。因为我知道那些人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吸毒的。因为加拿大有非常好的这种社会保障，就是你如果完全 disable 的，政府是会给你 cover 的，你不需要去路边去要的。而且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最近我看一个视频啊，非常搞笑的。那天我让袁角去看了，有一个侏儒啊，侏儒他在路边讨钱拿一个盆子，有人放进去20块钱，他就说你打坏要饭的呢，我是100块钱起步。就说你给我付钱，至少要放进100块钱的。当然这是个笑话了，但是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我们永远都不要给钱。来教会曾有一个人说他家里边遭了什么什么事情了，对，一个老外描着眉毛特别黑的那个，他过来要钱。后来呢，我们大家商量说，我们说就说这次就给他。后来高牧师就说，以后这种事呢，我们不要给。说因为这样的人呢，他后来还真的有人就说，我刚看见他在别的地方也去了，去学校那边也是要钱去了，他到处要的。而且呢，他们这种人就是，其实你给他等于是纵容他这种贪婪。你知道吗？他们的收入有时候比我们上班的人还高的，这些要钱的人。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记得以前在 Markham 那个有一个西人教会，那个牧师他讲，也是对哈贝教会以前那个元朝他们去那个教会就讲到，说呃，他们那儿也是有一个人来要钱，就是一个孩子。说他爸爸妈妈住院，说要这个要钱买什么呢？买这个 coupon，买这个做这个bus 的 coupon，然后呢每天要去见他妈妈，没有钱要钱。后来这个牧师很聪明，牧师好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给你买 coupon。他不要，他说我不要啊，你就给我钱就行了。所以你看这暴露出来了吧？他就是要钱，要钱你不知道他买什么去了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啊，我现在没吃的，饿了，然后你给我钱，我去买吃的。当你说啊，我跟你去超市，我给你买一个三明治的时候，他不要，他就要钱，那是真的饿吗？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嘛，要有属灵智慧，这些其实很多都是谎言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，在路边我是不会给钱的，他不管是装的多可怜，我也不会给，因为我现在了解实情了。另外呢，就是在这个超市结账的时候，有人说啊，给你什么，要不捐2块钱给那些什么 sick kids，就是病孩子，我也不会交的。不是我这个冷酷啊，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。首先，他们要这个钱，这机构我不了解，他们拿到这钱到底去干嘛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为什么要交你2块钱？我真的是给那些生病的孩子们，我不了解的。就像在中国，中国那些捐给红十字会的钱，真正到的灾民手里钱，可能连1%都没有，全让那些人给贪污了。在加拿大就这么好吗？我不相信。所以说我宁可我看得见的，我能做的我就捐。比如说我们基督徒，我觉得最重要，第一个就是捐给神。
让神来使用。